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冯绍峰求和赵丽颖被拒，两人或将共同出演新剧，遭网友反对。冯绍峰求和赵丽颖被拒。近日，台湾媒体突然爆出猛料，冯绍峰求和赵丽颖，希望两人可以复合，重新开始，从头再来。不过，赵丽颖拒绝了冯绍峰想要复合的念头，表示两人更适合做朋友，而不是夫妻，引来不少网友热议。看赵丽颖这个意思，大概是不会介意与前夫冯绍峰的之间联系，两人还是可以继续做朋友，毕竟孩子也是需要父爱的，两人肯定要为孩子的将来考虑。两人或将共同出演新剧。媒体放出这一猛料后，还透露两人或许将共同出演新剧，制片方已经邀请冯绍峰、李冰冰等出演。不过，李冰冰委婉拒绝出演，她在看完剧本后，认为自己并不适合这个角色，索性向制作方推荐更合适的人选，就是赵丽颖。赵丽颖本身就是李冰冰的公司合伙人，推荐给她也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赵丽颖确认出演此新剧的话，很有可能将会与冯绍峰同框出镜，共同出演新剧。现如今，李冰冰已经带着赵丽颖见了制作方。台媒趁当时冯绍峰也在场，昔日的恋人共同出现在一起时，两人都没有太在意，没有避嫌，反而相当放松。看来赵丽颖对冯绍峰并没有排斥，有极大的可能选择与冯绍峰同台出演，两个人之间的相处很是和谐，是真的和平分手，遭网友反对。不过，冯绍峰求和赵丽颖一事却遭到不少网友们的极力反对，认为两个人不可能复合，也不能复合。现在的赵丽颖正处在事业巅峰，绝对不能在此时与冯绍峰重归于好，很有可能会因此影响到事业的发展，得不偿失。而且，网络上有关赵丽颖与冯绍峰离婚的原因，也是传得沸沸扬扬，大多都是斥责冯绍峰作为父亲，对孩子不管不顾，所以才导致两人分开。离婚后的冯绍峰事业明显衰退，大概因为离婚的冲击，现在这个节骨眼求复合，很有可能是为了捆绑赵丽颖稳固事业。因此，网友们认为两人都不适合在一起，做朋友就是最好的结局了，没必要复合。一起拍戏还是可以接受的。不过，台湾媒体的爆料情况是否属实，我们还不得而知。单单从叙述的细节来看，极有可能是真的。截至目前，双方还未回应此事，关于出演的新剧也暂时未知，希望大家理性吃瓜，静待消息。赵丽颖的塑封腰很有挑战性，但轻纱看着很高端，也很美。只是纱布裙子在视觉上有膨胀性，容易发胖，所以很多姐姐都不能轻易入手。因此，给大家整理了一些纱布穿裙子的技术。与其他裙子相比，纱布的裙子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其质的单一，只有薄薄的纱布质地，没有其他裙子那样多的布料。其次，纱布的裙子又轻又软，表现出仙女的感觉。网络纱布的裙子虽然雷区很多，但也不是不能避开，例如赵莹莹这条网纱布裙子的造型，不仅展现出浓浓的仙女感，而且还描绘出一幅美丽的姿态，使赵丽颖的身体看起来非常有材料。赵丽颖纱布裙子线售技巧：选择浅色系，配色不能超过3种。纱裙最大的魅力是纱裙与颜色关系不大，如果我们选择鲜艳的颜色，就容易争夺颜色。所以我们选择浅色系的颜色，虽然浅颜色的色调不会上升，但是在选择配色的时候，可以保证网状裙子的配色不能超过3种，2种是最合适的。技巧 B， 老实说，收腰的设计，特别是胖女孩不适合穿网裙。结果，网络上的裙子并不是一般的胖，那个从头到脚都很胖，特别是在腰上，照在镜子里感觉胖了10斤。这样，纱布裙子的受要是在于腰的设计，必须有腰部的紧固设计，如腰围的提高、腰带的紧固、腰围的增加等。
技巧 C， 注重化妆网纱布的裙子质地带有甜美的属性，无论怎么性感的设计，都能散发出少女的气息。少女可以自然地穿上少女的甜美，如同鲜花盛开的季节。一字肩纱裙，一字加纱布裙子，无论是版型宽松还是修身，都会给肩带来巨大的考验。肩上的皮肤大幅度裸露，肩上一点也不能缺少。胸上的纱布裙，胸上的纱布裙和肩上的纱布裙一样，重点是突出上半身的身材，但是样式完全不同。一个字肩以优雅的气质为主，胸前的纱布裙注重成熟女性的味道。在一般人的眼中，纱裙承载着女人的梦想，但对于懂时尚的女儿来说，网络纱裙并不只是公主之梦，它在这个基础上可以演绎更多的时尚魅力，希望大家都能做到这一点。大家觉得怎么样呢？赵丽颖的人生活的像一部剧，她的成名路一点都不顺利。用一句话来形容，人生的路绝非坦途，成功的路更是布满了荆棘和坎坷。出生于农村，没有高学历，在娱乐圈混难免被人嘲笑。可是上天给了她像娃娃一样精致的脸，这张脸长得像明星。参加选秀节目，进入冯小刚组，获得冠军，正式打开了娱乐圈的门。新《还珠格格》饰演晴儿一角，打开了知名度。可是在后面几年，都是一些跑龙套的角色，事业并没有多大起色。可正是这些年的跑剧组，锻炼的她的演技，《陆贞传奇》让她被人熟知，《花千骨》爆火，使她热度飙升，200亿的播放量让她成为流量女王。之后的热剧更是使她上升至一线明星。很多人感慨，她运气很好，遇见了好的导演。机遇是一方面，可是实力更占据绝大部分。没有实力，哪个导演会找呢？所谓人红是非多，网上一度爆料过她甩饼脸、装纯、人品差。可是谁能证明这些事实呢？人一红，网络上什么都出现了。曾经，和富公子冯绍峰官宣领证让微博瘫痪，大家议论纷纷。但是明星也是人，无论结婚还是离婚，我们去议论有何意义呢？这一路走来，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她的颜值与演技是并存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小身板也有大能量。离婚后的她越活越像自己，如此潇洒转身的背后是实力。与从前的红毯妆造相比，现在眼神里更多的是坚定与英气。如此一位有实力的女星，前进之路尚未到达终点，她在慢慢转型，与现实生活剧接轨。过去的历史我们只把它当作历史，未来的星光一路璀璨。赵丽颖第一次出演自己，一看导演就知道她赢了。一直以来，赵丽颖拍摄的作品都是以古装剧、都市精英剧为主，尤其是古装镜头下的赵丽颖有一股我见犹怜，再加上清纯的面容，更是虏获了无数少男少女的心。但在最近，网络上曝光了赵丽颖即将要播出的新戏。在这部电视剧中，赵丽颖退掉了所有光鲜亮丽，选择从饰演一个现实写实类的题材，穿着朴素，打扮朴素，说话朴素，从骨子里饰演出一个普通农家女的形象出来。面对不公和别人的攻击，淡定说出清洁工不是人吗？双引号。更有在路边吃饭的情景，一副农家小女生的形象。这样的形象，粗略的可以看出是一位意志力坚强且能够勇敢的从艰难困苦的生活中杀出一条血路的女性形象。而电视剧中的她，更是从事业与婚姻、爱情与亲情的多重考验下不断成长，不断突破，不断挑战自我。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部电视剧入围了广电总局100部重点项目的影视剧，导演是知名导演郑晓龙。由孙俪出演的《甄嬛传》，芈月传，张国立出演的《金婚》都成为中国影视剧作品中不可缺少的亮点，在影视剧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由此可见，这部由赵丽颖主演的电视剧口碑不会差，让人充满期待。正像网友评价的那样，
叩万家之门，寻公平之意，又于柴米挣破一世之平凡，居于微时不灭心中之光。敲击长空，坐看幸福款款来。相信郑晓龙会帮我们还原一个真实且勇敢的和幸福。那为什么小编说赵丽颖这次是演自己呢？相信真正喜欢她的人都不光喜欢她的作品，更喜欢和在意的是她真真实实存在的人生经历。曾经中专学历的她选择了北漂，从群演到引起导演的注意，到从《陆贞传奇》中第一次以大女主的形象惊鸿出现。这其中，她走了无数人无法走过的路，熬过了无数人感动痛苦的瞬间，但是她走过来了。从农村出来的她，成为家乡的骄傲，成为全国知名的演员。这样的人生跨度，这样的人生旅程，跟影视剧中的和幸福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在《幸福到万家》中，她喊道：人不应该是只要活下去，还要活得明白，活出自己。双引号。现实中的她，又何尝不是自己呢？演出自己，演出最真实的人生，这又何尝不是一个新的旅程挑战呢？更何况，这是她敢于突破自己，向现实题材跨越的重大一步。突破自己，追寻自己，勇敢地向未来跨步，这是赵丽颖，也是我们许多人喜欢她的真实喜爱。